你们看啊，现在的单身男女啊，真的是遍地都是，但是怎么还有那么多的单着呢？他们是真的找不到吗？真的不是，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现在的男女啊，那想法就很对立。你比如说啊，男生啊，他不愿意追求女生了，因为追求就代表着请客、吃饭、送礼、红包、转账、讨好。假定追求一个女生需要3个月的时间和3万块钱，那如果大概率追不到的话，1年追5个女生，那就是15万，没准最后啊还什么戏都没有。所以男生为了降低他的损失，他只会越花越少，甚至他不花。这就是为啥男生说能行咱就处，不行咱就拉倒。我这辈子只给3个女人花钱，我妈、我老婆和我女儿。这话真的没毛病。如今追女生啊，都变成了一场风险极大的投资，很有可能亏得一塌糊涂。总有一些倒霉的男人啊，他们约了很多女人，最后都没成。约会、见面、吃饭、送礼，这些钱全部都打水漂了。那你说这种亏本的买卖，还有谁愿意干呢？但是女生想的是啊，你追求我的时候你都那么小气，那以后结婚了是不是会更抠门啊？这种小气的男人我才不嫁呢。舍不得花钱的男人，说明他不爱你。还有吧，2个人谈恋爱的时候，女生呢总是想咱多聊聊天，找找感觉，再出来见面吧。天都没有聊好，那见什么面呀？那男人想的是，面都不见，聊什么天呀？有那么多好聊的吗？聊啥呀？还有啊，关于那件事情啊，女生想的是，你啥都没有付出，哎，就想那事儿，白嫖啊，没门儿。就算你付出了一点儿，那我也还得考验考验你的诚意，到位不到位。那男生想的是，饭我也请你吃了，礼物我也给你买了，转账你也收了，怎么就不行呢？哎，我真的见过那种花了不少钱，连手都没有碰一下的男生。最后女生说不合适。所以啊，现在基本上没有男生愿意去追求女生了。大家都应该知道啊，爱情它应该是双向奔赴的，互相看得上你就接触，看不上啊就拉倒。用慢热、考验这些理由让男生一味的去付出，这真的不叫爱，这是在骗呀！你们到底明白了没有？有些事儿啊不讲理，我真的啊看不下去。最近有个88年的女生，你们想想，35岁了还面临男朋友分手的危机啊，急得没办法啊，来找我说这个事儿啊，声泪俱下呀。刚开始我真的以为她是可怜的一方，可是我听完这个事儿之后啊，我就明白了啊，这不是恶人先告状吗？因为后来我也找男士了解了一下情况啊，你们就来听一听到底是谁没道理。事情是这样的，上周啊，他俩去见男方父母，这个女生呢，正好嘛，老家那边啊，姥姥住院，别人送了很多补品，他们家呢就顺便的寄过来了，算是给男方家长的见面礼。男士其实没说啥，但是男士的父母啊，看到这个礼物袋子里啊有一张医院的结算小票，心情很不爽。但是2个老人非常给面，没声张啊，就这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这不见完他们男方家长了吗？现在打算去见见女方家长，结果女生说，给我们家买东西得问问父母要什么再买。于是呢，这个女生的妈妈就可没客气啊，说要一套高档化妆品，价值不能低于3000刀。父亲呢喜欢名家字画，那你们想想，名家字画是什么概念啊？都是一些上万的东西了。这一通操作啊，男方这边真的下头了。自己家经济条件很好，但是就没有见过这样理直气壮要东西的。当时给自己家里见面礼就没问问父母要什么，敷衍一下就过了。到他这儿啊，就得问问他的父母要什么，按照要求送礼物，这是不是太不公平？女生家里说彩礼大概是20万左右，于是这个男士就问这个女生啊，说那你们家准备了多少嫁妆呢？女生一下子被问懵住了啊，说还需要嫁妆吗？我们家没有做这个事儿啊。你们来看看啊，前面啊我都不说了啊，我们就说彩礼这一项。现在的女生嫁人啊，张嘴就要彩礼。我先拜托你们想一想啊，有没有准备好嫁妆？你们到底懂不懂老规矩啊？嫁妆和彩礼那是差不多的啊，那应该是对等的东西，明白吗？不是几床被子2个脸盆你就能换几10万彩礼的。它是2个大家庭对于你们这个小家庭的扶持，不要说彩礼就是看男生的态度啊。没错，那嫁妆是不是也看你的态度啊？彩礼和嫁妆呢，它不是一个家庭去扶贫另一个家庭的。咱能不能啊，别再打着风俗的幌子，让男方一味的付出。那些想通过婚姻空手套白狼的啊，想通过彩礼疯狂敛财的女孩们，你们懂不懂什么叫婚姻啊？那是2个人互相扶持，共同付出。但是
我看你们天天这个算盘打的啊，真是震天响，谁都不傻的，是不是这样？今天这个事儿吧啊，真的是够让我毁三观的。有一个二婚女，36了，带了个10岁的女儿，好不容易我给她找了个42岁的二婚男，也带了个孩子啊，12岁。你说吧，这两个人啊，不管是从年龄、相貌、婚况和经济状况来讲啊，都挺般配的啊，谁也不要嫌弃谁，对吧？两个人呢相处了3个多月啊，不行了，今天这女的来找我啊，说了一堆这个男人的不是，就你们来评评理，这到底是谁的问题啊？这女的说啊，我当时呢觉得我们俩条件各方面啊挺合适的啊，想呢处一处看，但是这个男的呀非常不积极啊，从来都不主动聊天打电话，也不发信息。我约他出来逛逛，他也很少说话啊，来过我们家吃饭，但是他每一次啊都空着手来的，连个水果都不会拿。女的就说，我虽然不差这3瓜2枣的，但这么个成年人了，连基本的人情世故都不懂吗？是不是太看不起人了？处处都是我在主动，所以啊，我感觉我把自己弄得一副很不值钱的样子。正是因为我离过婚，单身的女人，她是不是就想白嫖试一试？是不是就觉得反正不用负责任，所以我觉得二婚我一定要图钱的，如果钱都图不到的话，那我还图他什么？谈恋爱的时候都没有的东西啊，结婚之后更不会有的。如果感情不落实到吃饭穿衣睡觉数钱，那他有金山银山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他觉得这段感情压根儿不需要他花钱，或者说我不值得他为我花钱，那我就放弃算了，没有继续接触的必要。真正满眼是你的人，会时时刻刻想着为你花点钱啊，琢磨着你想要什么喜欢什么，会处处为你着想的，让你开心一点。谈钱确实很现实，但是也很真实啊。一个连钱都舍不得为你花一点的人，那他能爱你吗？可能钱啊才是他的命呢，那他跟他的钱去过呗。我听他说完这一大堆的牢骚之后啊，我就当着他的面给这个男士打了个电话，沟通了一下情况。这个男士说啊，他都经历了2段婚姻了，真的被骗怕了，他现在啊真的是不敢付出了。这女的一听啊，马上就接过来骂上了，她冲着这个电话里就说，我呸，你抠门就是抠门，少给你自己脸上贴金。如果你连买个水果都叫花钱的话，那别人吃你一顿饭，你是不是都觉得遇到骗子了？你啊就是骨子里边的自私好吗？这个与你有没有钱没关系。你真的啊什么玩意儿嘛，难怪你会离2次婚。男士一听啊真没说话啊，直接把电话给挂了。你们就来说一说，这2个人到底是谁对谁错呢？如果真的要说男女平等的话，那男人的需求跟女人的需求又有什么区别呢？换个角色啊，那男人也可以这么来说话了。我们今天啊就深挖一下，让那些啊喊口号的半边天啊，你们清醒清醒啊，也打打脸。我们假设是这个社会就是男女平等的，那些从男人身上索取钱财的物质女捞女，他们压根儿就不可能有生存空间的。男人呢可能就是这么来说话了，谈恋爱你不主动就是你不爱我。我们男人啊矜持，我们慢热，你不给我花钱，不给我买礼物，就是不爱我，没有诚意。抠门小气的女人不能娶回家，吵架冷战的女人就是太自私，我们不过就是需要你来哄一下而已。女人你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你就是耍流氓。一个大女人还天天斤斤计较的，说到结婚我自己有房有车有存款，那我到底要不要娶一个没房没车没存款的女人呢？我父母把我养大不容易，你父母又没有养我，为什么我要孝敬他们？我妈说了，嫁妆必须多少钱，我妹也要结婚了，买房子也需要用钱。男人没房没车没存款，在结婚这个事儿上根本就是压根儿抬不起头来的。那女人呢，没有房没有车没有存款，也没有男人来娶你了。如果男人说我们娶妻要崇尚平等，如果男人回过头来也非常拜金，你们一定会跳起来啊，把他的祖坟都跑了，你们信不信？口水都得淹死他。哎，这个就是真相啊。所以啊，换个角色就哪儿都不行了，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我就发现啊，现在的女生真的是太多幻觉了，我今天必须得给你们泼点冷水。以下观点你是不是也会有？幻觉1啊，男生比女生多了3000多万，你要是离开我，有的是大把的男人追我的。我拜托啊，如果你是在农村，那我恭喜你，肯定是有大把的光棍会抢着要你的。但是如果你是在城市啊，那就完全反过来了，那是一堆女生在抢一个男生的局面，好吗？幻觉2，男人根本就离不开女人，没有女人他们一天也活不下去的。
可是据我观察，现在来相亲的80%都是女性，挤破了头要嫁出去的。如果年龄大一点了还没有个男人啊，都会被家里人啊催。这到底是谁离不开谁呢？幻觉3，我要是实在找不到喜欢的人了，那我就找一个有钱人嫁了算了。我真的是我想笑出声来的。你是认为找个有钱人很容易吗？那有钱人真的是没心没肺的吗？会娶一个不爱自己的女人？人家呀是有钱，又不是有病。幻觉4，只要发生了关系，他就会对我负责的，低头来哄我，不哄，那他就是承认自己是渣男。小妹，你真的太天真了。发生了关系，男人的目的就达到了，会来哄你的几率还真不大。真的会来哄你的，那是真爱。跟你们有没有发生那件事情啊，一点关系都没有。幻觉5，我跟你离了婚，肯定能找个比你更好的。我的那个天呀，你还真的是中毒中得太深了啊！这些毒鸡汤，你就看一看有多少未婚的女人都找不到对象了，就你一个离异的女人还想找个更好的，那你的竞争力又是什么呢？人家优秀的男人图你啥？图你结过婚生过孩子，还是图你已经人老珠黄啊？别跟我说你优秀啊，男人找的是年轻貌美温柔贤惠，你的优秀啊他还真看不上，明白吗？最近呢不止一个女孩问我为什么现在的男生追女生都不愿意为女生花钱呀？有的时候呢甚至相亲吃个饭呀还要跟女生 AA 制，一点诚意都没有。那我们女生怎么考量你这个男生是不是真心的呢？那我们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一个愿意付出的人呢？我们不也担心对方万一1分钱都不想花还想白嫖呢？那我们凭什么要跟他好？嘴上说的再好听，也没有来点实用的东西跟体现价值吧。男人的情话啦、关心啦、讨好啦，甚至是下跪啦，都是可以伪装的。只有花钱才是真的，所以呢，花钱才能代表一个男人他的真心。你们看这句话乍一听非常有道理，对吧？但是这个观点却害了很多女人。为什么呢？你就想一想男人他又不傻，你让他用钱去证明他对你的真心，那么你用什么来证明你对他的真心呢？真心不应该是相互的吗？这个就是为什么有的女人她不理解为什么男生只要花了一点钱就想碰碰你，那是因为男人觉得你能让他碰碰手，让他抱抱，那就是在回馈他的真心了，明白了吗？但是很多女人都不理解男人为什么会这么做。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真相，在男人的价值观里，不图他钱的女人才是真心爱他的。一旦他发现你这个人很物质，男人就会产生一种警觉，他会防备你。你想让他给你花钱，可能就门都没有了。说句大实话，男人他其实天生就认为给自己的女人花钱是理所当然的。其实他们的骨子里呢，就觉得自己是个供养者。但是现在并不是男人不愿意给女人付出了，而是现在有很多的女人那个吃相太难看了。我就听说过一个女人1年之内跟10几个男人同时谈恋爱，1年赚了100-200万。她这个人不就是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商品在出卖吗？我作为一个女人，就这种事儿我都看不下去。男人是可能会见色起意是会对你可能有好感，是想追求你，但是相亲认识的，他还不了解你你们之间还没有感情基础呢，也还没有任何的信任，对不对？那他肯定不会傻到上来就给你付出给你花钱的。那些把男人当傻子的女人我说你才是一个真正的傻子。很多的蠢女人一上来就要男人给自己买礼物给自己转账，让男人证明自己的诚意。如果男人不给他，就说这个男人抠门小气想白嫖。特别是相亲的初期我有很多的成功案例都证明了，女人只要你懂得不要索取你懂得回馈，得到男人的信任和真心，根本不用你开口，男人自然他愿意给你花钱的。这个才是聪明的女人。如果你想要让一个男人放心给你花钱，必须你们之间有信任你们之间有真心，对不对？你的虚情假意或者是一味的索取，这副嘴脸能得到真心吗？这是一个连骗子都知道的最简单的道理吧？你们说是不是他愿意为你付出，给你花钱，只会随着感情的深入越来越多的，那会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举动。当你越来越爱一个人，你就会想本能的为他去付出的。
你就想把最好的东西给到他，这个就是爱情嘛。女人不是也一样吗？明白了吗？所以呢，我奉劝现在的女孩子们，多几分真心对待，多几分时间和心思用来提升自己的内在魅力。还有啊，现在的男人那些上来就让你花钱追他的女人，你不能要啊！他连你的感情都已经懒得骗了，直接骗你的钱。你啊，还是把你的钱留给那些真心爱你的女人吧，懂了吗？最近有一个话题啊，挺火的，你们知道吗？叫3无6有。据说呢，是因为现在的女生找对象啊，条件过于苛刻了，所以呢，男生们呢也折腾出来一系列要求啊，可以跟女生们的要求啊相对应了。大家啊都要公平对待嘛，所以呢，提条件的不能总是某一方，对吧？这是男生们列出来的一个新的找女生的标准。3无是指的什么呢？这第一呢，就是父母无病，身体健康，能自理，最好以后可以帮着带小孩啊。第二呢，就是没有弟弟啊，娶妻不娶伏地魔。这好家伙啊，有弟弟的女孩啊，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不招人待见了，能这么郑重其事的形成这么一条要求啊，看来这个问题影响已经不小了。家里有一个弟弟的女孩的家长们，你们是不是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呢？第3条啊，就是没有公主病。现在大家都很累，回家还要伺候你，那谁愿意啊？你要是非要做公主，那我还是个小王子呢，对吧？感情呢是相互的，不是一个人单方面的要付出，谁也不想做大冤种的。那这个6有又是什么鬼啊？第一呢，就是父母要有退休金，养老问题不能成为未来的负担。第二呢，女方要有稳定的工作，你不能今天做个前台啊，明天又去做个网红，3天打鱼2天晒网的啊。结婚了最好也能有一份工作，圈子干净简单。第3条呢，这穿衣打扮啊还是要有点水平的，你可以丑，但是你不能太懒了，不然我怎么把你带得出去呢？有个好看的外表呀，还是能让人赏心悦目的，我带出去才有面子啊，对吗？第4呢，还是要有一点学历啊，至少啊也得上个本科，要不下一代的教育怎么办呢？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吧。这第5点呢有点狠啊，必须得具备传统的贤良淑德。那这一点呢，我估计现在没有多少个女生懂啊，哪个不是娇生惯养长大的？有几个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呢？没有被洋墨水呛出毛病来啊，都不错了啊。第6呢，就是性格得好。一个情绪稳定的女人有利于家庭氛围的建设，一个温柔包容的妻子呢，有利于丈夫的事业，一个和蔼博大的母亲有利于孩子的成长。真的是啊，娶妻娶贤旺3代，总不能娶个媳妇儿毁一生吧？你们觉得他们的想法有没有道理呢？来，我们到评论区聊一聊吧。现在大城市里啊，女生有多卷，你真的不知道啊。30岁的女生跟00后的女生，那竞争非常的激烈。最近有好几个案例啊，都是这样的。我这儿有个92年的啊，谈那个男朋友啊，谈得好好的，都见了家长了，结果就是因为见了家长了，男生说这个婚还是不结了，女生就给搞蒙圈了呀，不知道咋回事，问男生，男生说跟他谈了2年了，什么事情都顺着他，听他的。但是这一次女方家长提出要30万的彩礼，他接受不了，而且关键的是女方家里压根就不提要不要给嫁妆的事儿。男生觉得呀，跟女孩在一起这2年没少给她花钱啊，每个月的工资基本都花得光光的啊，给她买这个买那个，就算要结婚也得跟家里边拿钱。要是就拿几万块钱的话，意思一下也可以，但是这么多钱，那让自己的爸妈以后怎么养老啊？主要的问题是，男生觉得他们的感情不应该拿金钱来衡量，但是女生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啊，让他特别的失望。因为女生觉得自己为什么还不值30万？原来在男生心目中，自己就那么不值钱。这个就是他们的矛盾点，一个呢在谈感情，一个呢在用感情谈交易。也就是因为这样啊，男生家里边开始张罗着给他另外找一个对象。这不，一个00后的姑娘就出场了啊。男生刚接触这个小姑娘的时候，还有点忘不了前女友，但是这个小姑娘啊，不仅仅年轻啊，还很懂事，这一点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男生给她买个礼物超过200的，她觉得太贵了啊，还怪男生他浪费了，说以后啊花钱的地方还很多，咱要攒点钱。节假日呢，男生想带她去吃个大餐，她死活就不去啊，说咱们不能买菜自己在家做吗？自己在家做多浪漫啊！给她点零花钱吧，她也不会乱花的啊，每一笔开支啊，她都会记在本上啊，总是想着把这个钱花在他们共同的用途上。
她总是呢想方设法的为男生去省钱。男生要是给她买衣服呢，她也会给男生买，而且呢都不用说啊，这个女生就知道男生喜欢什么。闲暇的时候呢，从来不会想着去那些高消费的地方消磨时光。她呢喜欢看看书，弹弹琴，陪男生去公园散散步，一起买卖菜，做做饭。小姑娘说了，双方都不是家境很好的家庭，结婚的话彩礼嫁妆都可以不要啊。男生这个时候啊，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啊，就算我把我的全部给了你也值得了。就这样啊，这位00后的小姑娘啊，轻松拿下了这位小哥哥。就这个时候啊，前女友来了啊，后悔了，想复合啊，彩礼1分钱都不要了，只要能够结婚好好过日子就行。他还说男生啊，你可真有本事，转身就去找个00后的姑娘，年龄还比你小这么多，长得还漂亮，你比人家大这么多，你就不怕这姑娘只是想跟你玩玩而已吗？或者就是对你另有所图呢？这些你搞清楚了没有啊？男生说，这个就不劳你费心了，好吧？你以为她只是年轻漂亮吗？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从来不会关心我的，从来不在乎我累不累，只关心我挣的多不多，下一个礼物该买什么了。你究竟看中的什么？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他从来不乱花我的钱，只想着给我省钱。而你呢？如果我不是遇到了他，我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的女人区别有这么大。我现在就想跟他好好在一起，有没有结果我都无所谓，只要离你这种人啊远一点啊就好。你们说这个男生做的对不对呢？